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百闻纵横，我是王真。美中关税大战陷入焦灼之际，中共高调宣布4月28号至30号在北京召开香山论坛先导会。今天是该论坛召开首日，到目前为止未见官方的任何通报，引人关注。此次会议以全球安全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主题，邀请了30多国与组织的200多名官员和专家学者参加。表面上，中共试图借此展现其在印太地区的存在感与影响力，但观察人士指出，这更像是一场对外安抚、对内掩盖高层动荡的军事外交秀。台湾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指出，香山论坛原为中共打造的年度军事外交平台，通常安排在每年9至10月举行，今年突然于春季提前召开先导会，显示当前中美军事对抗持续升高态势下，中共欲透过与其他国家的军方互动减缓压力，并邀请如俄罗斯、朝鲜等盟友参与，以显示其外交支持并非孤立。他还预测，论坛期间对台湾与对美政策可能出现新论述，借此释放政策转向与军内权力重组的讯号。出席此次会议的中方人员显然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主要看点。加拿大时评人丁律开对希望世界表示，张友侠可能会利用这次会议高调出面，一是树立他个人的形象，再一个就是给外地传递一点信息，就是他在军队身上是掌权的。董军可能也会出面吧，毕竟是国防部举办的嘛。应该说是张友侠把那个习近平架空了，他掌握军权，包括对苗华呀、何宇东的清洗，可能都是他的主导下引发的。现在相当于是张友侠跟中共的元老联手在掌控局势。4月23号，中共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双优模范呈现命名大会。该会是中共比较重要的一个会议，每5年召开一次。与过往相比，今年的与会人员出现了明显异常。首先，作为中共军委主席的习近平未按照以往惯例出席会议，仅以指示形式参与，而2020年习则是亲自出席，还亲自讲话，这异常被视为习近平军中掌控力变化的信号。同样引人注意的还有中办主任蔡奇的缺席，按照惯例他也应该出席，这进一步加重了外界对中共高层权力运作异常的猜测。除此之外，被视为习家军的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也未现身，再次佐证了他已经出事的传闻，并且按惯例接替苗华主持工作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也缺席了会议。按常规，他应该在会议上宣读受表彰名单。连续2次出席的则是分管军事事务的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旅澳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世界表示，何卫东、苗华毕竟是习扶植起来的自己的跟班，如果这些人真正下去以后，就说明习在军中想独揽的梦想是破灭了。习现在跟军中等于脱钩了，我想习现在再想扶植自己的一派，跟张友侠去抗衡，在军中非常难。张友侠倒不见得说非得反习，但是张友侠未必完全顺从于习这种脉络。像何卫东、苗华一下以后，他们这些人的包括那跟随的意义，石板明夫指出，张友侠近期频频以军事高层代表身份出面，暗示他已经掌控军权，而习近平在军中的控制力正在迅速衰退。军方的整肃行动与中共21大前的高层人事博弈息息相关，未来可能引发中南海政局的连锁震荡。孤胆英雄四川青年梅世林在成都天桥悬挂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横幅后失联，引起外界关注。最新消息显示，梅世林目前已被刑事拘留，警方正在调查他是否与海外势力有联系。据了解，梅世林来自四川木川县永福镇，1998年1月出生，事发前任职于成都一家科技公司。知情人士透露，梅世林曾在劳动纠纷中遭遇不公正对待，向政府部门申诉却无人理会，这段经历成为他最终公开抗议的导火索。成都的秦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当局对此事极为紧张，
正调查煤是否与国外有联系。如果查出有，就交国安处理；没有的话，则由成都警方以一般刑事案件处理。他指出，近半个月来，成都市公安局、国保和交警系统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有律师分析，成都当局有可能会以寻衅滋事罪对梅士林案去政治化处理，以降低事件的政治影响。成都市民杨先生则指出，梅士林悬挂的3条标语反映了许多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他表示，在中国这样的高压环境下，年轻人对社会和政治体制的反思和反弹情绪正在升高。梅士林的诉求代表了不少人的心声。台湾大罢免运动持续升温，旅澳学者袁宏兵表示，这场公民行动象征台湾进入反共 2.0 时代。袁宏兵爆料，中共高层对台湾大罢免形势极度焦虑，担心部分亲共立委遭罢免后，反共护台的新兴力量将借补选进入立法院，因此下令加强抹黑宣传。大罢免起因于2024年立法院多数党提出争议法案，引发民众反对，从而掀起针对亲共立委的罢免行动。目前多数罢免案已完成第1阶段联署，第2阶段正在进行中。袁宏兵引述中共内部消息指，中共评估约有15位亲共立委将被罢免，且补选可能让反共公民团体成员进入立法院，打乱中共统战台湾的节奏。中共已点名防范像网红巴囧、米南郎及联电创办人曹兴诚等人成为新兴政治力量，并计划透过宣传手段从人格上摧毁他们。目前大罢免行动与蓝绿对峙事态日益激烈，公民团体呼吁民众加速联署，蓝营则试图反制，台湾政局进入新一轮的激烈变动期。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校友吴奇修近日在大白天众目睽睽之下被几个中纪委便衣抓走，不过至今未见中共官方通报。今年才59岁的吴奇修仕途有着典型的团派轨迹，和李克强都毕业于北大，之后从村官干起。2004年出任中共湖南省共青团委书记，2016年升任财政部农业农村司司长，兼任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他经历了楼继伟、肖捷、刘昆和蓝福安4任财政部部长。诡异的是，他在正厅级位置一卡就是21年，始终没再有往上升一步。有网友认为，吴奇修的北大学历和村官背景使其可能早期接触团派网络，但后来试图停滞，显示他不是团派的核心成员，最多只是团派外围。明报援引消息报道说，吴奇修被抓的这天，财政部长蓝福安刚好在美国出席 G20， 选这个时候动手，怎么看都不像是单纯的腐败案。而且这次抓人的照片能流出来，本身就很不寻常。要知道，中纪委办案可是出了名的严，抓人过程如果不想让你看到，外界根本别想拍到，这很可能就是有意安排的。目的显然是敲打那些还心存侥幸的官员。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内部权斗升级，一种公开放风的手段。吴奇修的落马照片的流传，隐藏着的恐怕是中共官场更大的暗流。美中关税战持续对峙，双方目前仍无具体协商谈判进展，但美国总统川普仍然非常乐观，表示关税政策正在创造大批工作机会，许多新工厂也在兴建或规划。周日，他对媒体表示，现在他们和我们根本没有生意往来，因为在145%的关税下根本做不了生意。我们以前因为中共每年损失数千亿美元，中共显然想要达成协议，现在谈判有一点进展，接下来可能会有正面事情发生。此前，川普表示，如果中国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好处，他不会撤销关税。至于什么是实质性的好处，川普表示，让中国自由，我们进入中国市场，在那里经营。美国货柜及航运数据显示，洛杉矶港预计5月初
从中国大陆到港货柜量较2024年同期减少1/3，空运订单也锐减30%。这里是希望世界百闻纵横，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